视频开始前，想问一下各位的开头等于多少级呢？有没有萌新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2.0 版本终于迎来全新 DOT 5星角色黑天鹅了，相信不少小伙伴想了解黑天鹅各种方面的问题吧。这里我总结了一下，卡夫卡适配黑天鹅吗？没有卡夫卡要不要抽？抽星魂还是装光优先呢？以及配装推荐。基于以上问题，给大家带来黑天鹅的角色攻略啊，有帮助到各位，喜欢可以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一个硬币池经验，同时视频对转发请求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。同时有经验拿，谢谢。黑天鹅作为一位虚无命图的风属性角色，80级基础3位面板，生命值和防御力和卡夫卡是一样的。作为虚无命图，嘲讽值只有100点，属于比较优秀的生存属性了。攻击力略逊卡夫卡一筹，不过速度高2点，总体来说差不多。值得一提是身高相同，连大小也相同，真不错，够我喝了。黑天鹅作为 2.0 版本匹诺康尼的开端，它的技能机制也是目前全角色当中最复杂的，没有之一，所以网上的评论也是各有千秋了。大家质疑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黑天鹅的技能机制方面更好的、更简单去深入了解黑天鹅的各种玩法，还有体验。先来看一下黑天鹅的普攻，这下普攻需要升级了，对指定当体敌人造成一次低倍率伤害，伤害不高啊，一单会确认，回能20点，并且在满级可以造成65%的基础概率挂上一层奥技，同时攻击有风化、裂伤、灼烧、触电分别挂一层奥技，也就是说黑天鹅的普攻理论最高可以挂5层奥技的。战绩对指定当体目标以及相邻敌人造成伤害，主目标造成2单位确认，相邻分别是1单位确认，回能30点。不过造成的伤害是相同的，伤害都不高，同时有100%的基础概率分别挂上一层奥技，而且分别还有100%的基础概率减低目标21%的防御力。这是目前角色当中比较稀有的技能减防御城区了，简称小佩拉，持续3个回合。终结技对全体敌人造成120%的倍率伤害，伤害也不高，因为不是黑天鹅的主要伤害来源。然后使敌方全体进入揭露状态，持续2个回合。在这个状态下呢，敌人行动后触发的所有持续伤害提高25%。敌方在有奥技的时候被视为有4种持续伤害的，并且延长重置奥技层数，开大可以刷新这个次数的。在这个揭露状态下呢，黑天鹅的普攻命中敌人可以轻松挂上5层奥技，4种持续伤害以及普攻的奥技加1层，一共5层，所以普攻也是黑天鹅的核心技能了。接下来说一下黑天鹅的关键天赋奥技，敌方每回合行动有65%的概率叠一层奥技，在奥技状态下，敌方每次行动可以造成初始240的倍率伤害，每层奥技可以提高12%的倍率，奥技最多叠50层，理论来说叠满50层可以达到一共840的倍率，但是一般是叠不到的，不存在的，因为奥技会重置嘛，在模拟宇宙或许有机会。除了常规的奥技，天赋根据敌方行动时层数决定额外效果，大于等于3层，相邻敌人造成180的倍率持续伤害。通俗一点来说，就是会传染给身边的人，而且会传染到奥技1层。大于等于7层，本次伤害会得到提高，巫师20%的防御力城区啊，结合战绩吃满21，这个效果会更加明显。说了这么多，相信不少观众听得比较乱了吧？我来归纳一下。首先，普攻的用途就是主要作用挂奥技层数以及残点的效果。普攻推荐升到5级吧，因为可以提高触发的概率还是挺不错的。而战绩主要作用也是挂奥技，相比普攻来说呢，命中敌人更多了，而且可以给3个敌人造成减防，这个收益非常大，可以让全队都能吃到这个效果的正义。终结技主要是给敌方挂上一个易伤效果，不过这个效果比较不一样啊，需要在敌方的回合内受到持续伤害，以及我方角色大招伤害得到提高。而天赋呢，说白了就是奥技层数越高，那么伤害越高了。奥技主要来源是通过队伍角色多种的持续伤害，来让黑天鹅的普攻和战绩触发奥技层数得到越高。行技1，战绩对指定敌人造成持续伤害分别有概率叠一层奥技，这点和普攻一样的效果呀。行技2，敌人在进入战斗后有概率挂一层奥技，包括药王召唤的小怪，可以血克这种召唤小怪的敌人啊。实战下来，黑天鹅非常好用。行技3，黑天鹅最重要的增伤天赋了，根据效果命中60%提高最多72%增伤，经过计算需要堆120的命中才能吃满这个增伤效果。而且黑天鹅自身技能多数为65%的基础概率啊，
在敌人30%的一个抵抗情况下，120命中刚刚好可以触发100%的效果。计算公式你们看一下呀，不过老玩家应该是知道了。黑天鹅的秘技可以脱手，让敌方全体挂奥技，一直挂到挂不上为止，但是敌方的概率会持续递减的，也就是说看脸来决定挂奥技的层数的。在行技分叉方面呢，都需要解锁的。可以看出黑天鹅之所以那么强，是因为技能方面有攻击力、增伤、减防、易伤、城区都有，可以看出给的数值也非常慷慨啊。说完技能方面了，接下来进入配对环节吧。实测下来，最佳配对目前是卡黑软货。由于黑天鹅的战绩挂减防持续3回合，所以在输入手法上是 EAA 的输出即可。在长点的同时又能挂奥技，在有霍霍情况下，战绩也是非常不缺的。因为黑天鹅奥技被视为风化状态，卡夫卡可以引爆黑天鹅的基础伤害，只是说后续的3层到7层的那个额外效果无法被引爆罢了，有限制，但是影响不大。所以这也不妨碍卡夫卡加黑天鹅是目前最适配的一个配对了。而软梅能够给全队提供增伤城区以及减抗区，而黑天鹅自身有易伤区，让他们之间不会互相稀释，反而是有提升。软梅在搭配双 C 的情况下，以及黑天鹅这么完美的机制，简直是绝配的情况了。而霍霍呢，作为一个全队充能以及提供攻击力的角色啊，不管是伤害上还是循环上都是大幅提升的，所以这个配对是最佳，肯定是无疑了。这个队伍除了软梅的0+1之外，均是0+0的。在有弱点的环境，混沌11下棒轻松2回合通关的。黑天鹅0+0相比满星魂的三博的情况，差距大概在20%到25%左右，需要3到4回合才能打完啊。如果你没有软梅，可以换成艾斯达，全队加攻加速，作为软梅的下位选择吧。总体伤害会下降18%左右。没有霍霍的话，可以换成罗刹，浮旋也可以。虽然说暴击不能吃到吧，但是生存方面也挺不错的了。既然黑天鹅搭配卡夫卡那么强，那么在当前情况下表现又该如何呢？经过实战测试多次啊，把卡夫卡换成了提名之后，回合数由本来2回合变成了3回合，答案是完全没问题的，甚至更优于黑天鹅三博的组合了。因为黑天鹅大招只要频繁开出来，敌人受到的持续伤害就越高，而且不容易掉奥技层数，所以在没有卡夫卡的情况下，非常推荐带提名组当 C 是完全没问题的。以上练度是以我比较平民练度来测试的，不存在高星魂和专武的情况下啊。如果你的提名比较忙，而且根据环境情况的不同来选择桑博、卢卡以及贵乃芬，总体差距都不是很大。配对方面就说到这里了，有什么问题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啊。在关追选择上，如果以装关武技作为100%，那么仅次于装关的满谍影的猎物视线可以达到专武的92%左右，非常恐怖。由于卡夫卡的装光一般也不会给黑天鹅使用，也不是很适配，就略过了。再其次是晚安的睡颜，满谍影可以达到专武的86%左右，谍影1只有80%，差距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缺少了命中方面的一个收益。以上3段关追都没有情况下，以世界之名，由于黑天鹅不怎么使用战技，表现一般啊。但由于这张5星关追白值比较高，也是比混沌商店的延长记号好用一些的。实在没有，以延长记号作为过渡使用即可。废物方面的话，首选4件套、细球套，也可以2+2攻击力堆更高的面板，总体差距并不大。内圈最佳选择是放银河商业公司给的10%命中，以及黑天鹅主要堆命中的，可以轻松吃满25%的攻击力加成，简直不要太香了啊！其次呢是太空封印杖等攻击力增伤套装均可以。衣服选择命中。如果你命中达到100以上了，可以带攻击衣服。鞋子速度或者攻击经过测试都差距不大。球风伤或者攻击力，如果是带停云软梅的情况下，由于增伤区超过200了，就攻击力。如果是卡夫卡软梅不超过200增伤区，推荐风伤球更优。攻击神不推荐，充能神的话攻击太少了。接下来说一下星魂方面的，一魂黑天鹅自变星魂，根据对应持续伤害减25%的抗性啊，由于奥技属于风化状态，自身给缠住触发的，而队伍需要触发对应的一个属性持续伤害才可以吃到，提升大概在15%左右吧。二魂是需要消灭敌方才能触发奥技给附近的一个敌人挂上，这个适合虚构提升会比较大一点。
至于后续新魂可以更大提升黑天鹅的奥技层数，属于克劳的选择了。在抽取方面呢，如果你有猎物的金武的情况下，肯定首选1星魂的黑天鹅，因为猎物视线金武和装光差距8%左右，个人推荐1魂大于装光大于2魂。相信看完视频应该也比较清楚了，卡夫卡确实很适配黑天鹅，并没有他们说的不适配啊。如果你有软没霍霍情况下，那么强烈推荐1名黑天鹅至少啊。如果霍霍或者软没其中一个没有的话，我个人不是特别很推荐去抽取黑天鹅这名角色啊。视频制作不易，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可以点赞这些 UP 主或者转发给有需要的人。那么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各位拜拜。